這年頭當個首相不容易，但能把四面樹敵玩成主業的，恐怕只有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了。上任不到1個月，他就憑着一系列逆天操作，把東亞政壇攪得雞飛狗跳。從日本國內到周邊鄰國，反對聲浪一波高過一波。更諷刺的是，連日本藝人都忍不住站出來打臉政府，而本該撐腰的美國卻悄悄撤了兵。這波操作着實讓人看不懂，是高市早苗真的瘋了，還是日本不知道不作死就不會死的道理？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不僅激怒了中國，更讓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看不下去了。11月18日，兩位在中國擁有超高人氣的日本藝人美伊里芽和矢野浩二相繼在微博發聲，力挺一個中國原則，用實際行動打臉自家首相。美伊里芽在文中寫道：中國對我而言就是我的第二個故鄉，中國的朋友都是我真實的家人。一句永遠支持一個中國收穫了數十萬中國網友的點讚。要知道，作為曾經風靡全球的浪姐選手，美伊里芽在中國的粉絲數超過800萬。她的表態不僅代表了個人立場，更反映了日本有識之士對和平的渴望。而另一位深耕中國演藝圈20餘年的矢野浩二更是直言，中國不只是我的第二故鄉，更是讓我重新認識家的地方。堅定的態度讓網友感慨，浩二比某些日本政客清醒多了。其實早在11月15日晚，數百名日本民眾就自發聚集在東京首相官邸前，舉着高市下台的標語抗議。有民眾憤怒地表示，高市的言行就是在煽動戰爭，破壞日本憲法，他要把日本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更有老人舉着2戰時期的照片吶喊，我們經歷過戰爭的痛苦，絕不能讓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除了普通民眾，日本地方政府也紛紛反水，廣島、沖繩、長崎3地知事接連表態，堅決反對高市早苗擬修改無核3原則的計劃。廣島知事直言必須堅持無核3原則，這是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基本尊重。沖繩知事更是直接喊話，日本國民絕不答應修改，我們不想成為戰爭的犧牲品。要知道，廣島和長崎是世界上僅有的2個遭受過原子彈襲擊的城市，沖繩則長期被美軍基地困擾，這些地區的民眾對戰爭的恐懼深入骨髓。高市早苗的危險言論無疑戳中了他們最敏感的神經。就在日本國內反對聲此起彼伏時，中國海警也用實際行動給出了回應。11月16日上午，中國4艘海警船組成的編隊高調進入釣魚島，官方同時宣布，海警1307艦將在釣魚島領海內開展常規巡航。這看似常規的操作，卻暗藏硬核實力。這艘301型巡邏艦實則是由海軍現役054A 型護衛艦改進而來，排水量高達4000噸，屬於標準的準軍艦。戰時加裝垂發系統即可變身護衛艦。要知道，目前全球能將4000噸級準軍艦用作海警船的國家只有中國。與此同時，連雲港海事局也發布警告，17日至19日，每日0時至24時，將在黃海中部海域舉行實彈射擊演習。言下之意大概是，你敢動一下，中國艦隊可以隨時進入實戰狀態。那麼，面對中國海警的巡航，日本政府的反應是什麼呢？11月17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念急匆匆地通過外交渠道提出嚴正抗議。嚴正抗議，然後沒了。諷刺的是，就在日本抗議的當天，美國悄悄撤走了部署在日本的低風中程導彈系統。要知道，這套導彈系統射程可達1700公里，本是美國用來威懾地區的大殺器，如今卻在中日關係緊張之際倉促撤離，明擺着是不想為日本火中取栗。還有個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曾經和日本打得火熱的北約國家，最近也集體陷入了沉默。過去2年，英法德軍艦多次停靠日本港口，軍機頻繁降落日本機場，擺出一副軍事同盟的架勢。可當高市早苗引發外交危機時，這些國家卻個個噤聲不語，顯然是讀懂了中國的底線，不敢輕易插手。然而，全世界都看懂了的道理，高市早苗卻偏偏執迷不悟。11月18日，在中日官員磋商結束後，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被問及會談感受時，只用5個字給出答案：
當然不滿意。當記者追問氣氛如何，他再次直言嚴肅。而就在同一天，彭博社報道稱，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仍拒絕撤回錯誤言論，甚至宣稱自己的言論符合日本的利益和一貫立場。中方在磋商中明確指出，高市早苗的謬論嚴重違反國際法，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4個政治文件精神，從根本上損害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更是嚴肅敦促日方必須立即收回錯誤言論，深刻反省，給中國人民一個明確的交代。但高市早苗政府卻置若罔聞，這種死鴨子嘴硬的態度無疑讓中日關係雪上加霜。得罪中國還不夠，高市早苗轉頭又把矛頭對準了韓國，上演了一出貪心不足蛇吞象的鬧劇。當地時間11月11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公然宣稱，日韓爭議島嶼獨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還揚言根據事實和國際法則，日本在法律上對該領土擁有主權。這話一出，瞬間引爆韓國輿論，韓國網友紛紛湧入評論區，把高市早苗噴得狗血淋頭。見過厚顏無恥的，沒見過這麼厚顏無恥的。忘記二戰時的罪行就算了，現在還想搶領土。有意思的是，此前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健發文譴責日本反華人士時，不少韓國人還假裝正義，說言論太過極端。如今輪到自己的領土被覬覦，這些人終於反應過來，紛紛表示薛大使罵得還不夠狠。11月18日，韓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強烈遺憾，再次呼籲日方關閉所謂的領土和主權展示館，並緊急召見日本駐韓國大使館總擴公使松尾裕敬，提出嚴正抗議。韓國外交部在聲明中強調，獨島是韓國固有領土，這有着明確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日方的主張完全是無稽之談。從歷史來看，公元6世紀的新羅王朝時期，就有朝鮮半島居民在獨島活動的記載，比日本所謂的發現權早了上千年。1905年，日本通過主島革議決定，強行將獨島更名為主島，這是典型的侵略行為。二戰結束後，聯合國明確將獨島移交給駐韓美軍管轄，並規定日方船只和人員不得靠近獨島周圍12海里區域。1948年，韓國成立後，獨島正式劃歸韓國管轄，這一事實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數據顯示，目前韓國在獨島常年派駐34名警察駐守，配備了雷達、監控等全套安防設備，還定期進行軍事演習，實際控制力度遠超日本。而日本所謂的主權主張，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國際司法機構的支持，純屬自說自話。眼見高市早苗忙着得罪中韓，俄羅斯也終於忍不住下場補刀了。11月10日，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公開表示，南千島群島屬於俄羅斯，日本拒絕承認這一事實，俄方絕不會妥協。緊接着，俄羅斯外交部於次日宣布，無限期禁止30名日本公民入境，其中包括外務省官員北村俊博、東京大學副教授等多名政學界人士。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紹伊古更是直接點名批評高市早苗，稱日本首相奉行歷史修正主義政策，日方的反俄言論越來越多，這與其對俄關係正常化的願望完全不符。要知道，南千島群島爭端由來已久，1945年二戰結束後，蘇聯依法佔領這些島嶼，日本曾多次要求歸還，但俄羅斯始終立場堅定。2024年3月，俄羅斯更是明確表示拒絕就南千島群島問題談判和平條約，並取消了日本公民免簽訪問該地區的政策。俄羅斯此時重申南千島群島主權，無疑是在向日本釋放強烈信號，別在台海、獨島等問題上玩火，否則北方領土問題也別想有任何進展。如果日本真敢貿然介入台海局勢，俄羅斯完全可以通過南千島群島施壓，讓日本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有分析指出，俄羅斯的表態不僅是對日本挑釁的反擊，更是在為中國站台。這下好了，高市早苗上任不到1個月，成功把中國、韓國、俄羅斯3個大國都得罪了，再加上對日本殖民歷史積怨已久的朝鮮，日本相當於同時面臨4條戰線。11月12日，朝鮮舉辦譴責日本殖民時期暴行的論壇，有發言者直接表示要對日本的暴行還以1000倍的報復。而高市早苗上任時曾請求與金正恩會面，如今1個月過去了，朝鮮方面始終沒有任何回應。要知道，金正恩早在去年就明確表態，拒絕與日本進行任何接觸和談判，高市早苗的熱臉只能貼在冷屁股上。
從日本民眾的抗議到藝人的表態，從美國的明哲保身到俄羅斯的強勢反擊，種種跡象都在告訴高市早苗，時代變了，靠軍國主義那一套搞擴張，注定沒有好下場。如果他繼續執迷不悟，不僅會把日本拖入戰爭的深淵，還會讓日本成為全東亞的公敵。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